士兵突击全剧最高光的时刻，不是许三多300多个腹部绕杠，也不是他活捉元朗，是大结局那场演习。元朗带着许三多、成才、吴哲组成 Silence 行动小组，去端高城市侦察营防守的指挥中枢，一支4人特种小队对阵一整个装甲侦察营。这场戏的精妙程度够你细品10年。这不是高城和元朗第一次掰手腕，第一次山地演习，元朗有多狂？我和你的连队的战损比高达1比9，输了。战损比1比25，我死一个人换你们25个还嫌多，结果打完一算1比9。钢七连虽然输了，但硬生生把战损比从1比25咬到1比9。更狠的是，许三多这个愣头青愣是把元朗活捉了。元朗坐地喊冤，高城慢悠悠走来，给了烟不给火。我给你面子，但绝不让你舒坦。你元朗再牛，今天也是我的俘虏。但高城赢了吗？没有。钢七连战后被改编，史金退伍，561断腿。高城眼睁睁看着自己带出来的连队散了，番号都没了。那场演习赢了战术，输了全部。所以到了大结局，高城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热血上头跟元朗较劲的连长了，他是师侦察营副营长，手里握着更猛的装甲兵，心里憋着一团更旺的火。但这团火他已经能压住了。最后的军舰那场更绝，成才和吴哲已经到达敌人军舰内部，就差吴哲破门而入。此时的成才只是蹲在旁边架好枪，说着当年的成才绝对会抢着爬到甲板上，以自己的风格解决敌人，因为那是最出风头的位置。现在他接受了战术需求高于个人闪光，一枪一枪压着敌人，阻止敌人的脚步，不让任何人接近吴哲。高城当年指着他骂叛逃，见利忘义，最后为啥还是推荐他进老 A？ 因为高城看懂了，这个兵终于把那个大大的我字咽进肚子里了，咽下去的不是自尊，是浮躁。这场演习最厉害的操作是元朗主动暴露自己，他接到许三多报告说有战地雷达，瞬间意识到被高城设伏，换别的指挥官肯定想着隐蔽逃跑，元朗怎么选？自己跳出来当诱饵，他算的门清。如果不引开高城全部火力，许三多和成才根本摸不到指挥中枢。他是队长，他的命就是用来换任务成功的。元朗站在明处，子弹嗖嗖从耳边过，他还在对讲机里跟许三多扯淡，别管我，干你的活。这就是老 A 的魂，队长的价值不是活到最后，是死的有价值。高城这边呢，他早不是当年只给烟不给火的毛头连长了。他坐在指挥车里，看着屏幕上元朗的位置，嘴角微微抽了一下。他太了解元朗，知道这家伙在拿自己当饵，他完全可以将计就计，全歼老 A。但最后他怎么做的？给了老 A 4人一条救生艇，放他们走。你细品，高城明明布了天罗地网，元朗已经在枪口下，他偏不扣扳机。因为这场演习从头到尾，高城的目标就不是干掉元朗，他要证明自己的兵不输给任何人。而元朗带来的许三多和成才，就是从他的钢七连走出去的。看着他们在老 A 战术体系里如鱼得水，高城心里比打赢100场演习都痛快。他放走的不是敌人，是他的孩子。演习结束，高城和元朗面对面站着，中间隔着2米沙地。高城先开口：我酒量1斤，跟你喝2斤吧。我酒量2两，跟你喝舍命。1斤对2两，5倍的量差，但元朗说的是舍命，明知道自己喝不过，甚至要进医院，但我陪你到底，这比我干了你随意狠1万倍，因为前者是客套，后者是拿命换交情。全剧元朗和高城只见了3次面，第一次高城被碾压，烟都点不着；第二次被挖走最好的兵，气得砸桌子；第三次平起平坐，互相端起了酒杯。从给烟不给火到舍命陪君子，这不只是和解，是2代军人对彼此的最高认可。高城认可了元朗的训练方式，元朗认可了高城的带兵哲学。他们争了10年，最后发现争的是同一件事，怎么把一个男孩变成男人。别忘了还有许三多，在舰艇这个封闭的钢铁迷宫里，许三多活成了一束信息黑光，你看不见他，但整个战场因他而失明。别的人靠战术眼睛看世界，他靠的是笨。摔下断桥，重伤濒死，换别人早退出演习等救护车了。但许三多不行，他从担架上爬下来时，压根没想这只是一场演习，他满脑子只有一件事，成才还在里面，元朗还在里面。这种近乎病态的实感，让他从医疗点重新摸回舰艇的过程，本身就是对演习规则的最大嘲讽。他潜回舰上，发现了阵地雷达，这个发现要命，意味着老 A 所有人的位置都在蓝军眼皮底下暴露着。许三多干的事很简单，也很恐怖，他用重伤的身体变成一个移动的无线电静默点，只接收不发射，藏在敌人监视系统的盲区里。当元朗接到他那条情报时，通讯频道里只有他粗重的喘气声，像一台快要报废却仍在运转的发动机。随后的反包围，许三多的作用是蝎子。元朗故意暴露自己当
张右耳，把围剿火力全引到正面。许三多从敌人认为最不可能的方向爬出来，不是战术死角，是心理死角。谁会在打扫战场时提防一个被判定已阵亡的士兵，他就从这层认知裂缝里钻出来开枪。这场演习过后，老 A 复盘时有个细节，蓝军指挥官说，我没输给你们的战术，输给了一个不按战场时间线走的人。许三多的时间线和别人不一样，别人的演习倒计时走完了就结束了，他的倒计时走到0，自己又续上了一段。所以你看懂了吗？这场演习，元朗赢了战术，高成赢了格局，许三多赢了坚持，成才赢了成长，吴哲赢了信任。高成放走的一条救生艇上坐着2个从钢七连走出去的兵，他们曾经是不抛弃不放弃的种子，如今长成参天大树，各自撑起一片天。演习会结束，番号会改变，帽徽会换代，但那个给烟不给火的连长，那个舍命陪君子的队长，还有那2个从钢七连爬出来的兵，他们永远不会散。